以来，我们很喜欢用铜的这个吉祥物，我们拿来化煞。除此之外，因为铜它的五行本来就属金，那以金的话呢，金又能生水。那所以铜它本身它就有一个既定的一个财气在里面，所以我们在很多这个化煞的过程当中，我们喜欢用铜制品，用铜的吉祥物，不仅能够化煞，还能够化煞为财。那所以今天呢，那我帮各位朋友整理出来4种在居家风水里面最常见到的一个煞气哦。那各位朋友呢，不妨先为自己的家里面好好做一个健康检查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我们的财位见空啊。财位见空是什么意思呢？那其实啊，我们在约定成书里面，我们进门斜45度角就是我们的明财位。可是很多现在建筑的格局呢，在明财位的位置，它会是我们阳台的主要进出口。好，那明财位它之所以叫财位，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聚气方。那我好不容易聚了气，结果因为我要出入阳台，我把这个门打开，财气跑掉了，那我钱就容易留不住。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建议各位朋友呢，你们可以去找一个这个聚宝盆，而且这聚宝盆它必须要是黄铜的聚宝盆。这黄铜的聚宝盆它有什么功用呢？它能够五路齐发，而且它能够把我们的财气给聚集下来，这样子对于我们财位开窗、财气外流的影响就能够降到最低。那第二个也是居家最常看见的压梁煞。好，那以压梁煞而言的话，其实它最主要会对我们造成的影响就是男主人或者家里面主要经济来源者的经济压力啊，而且在赚钱上面会非常非常的辛苦啊。比方说像刚刚升达主卧房的这个梁，如果说没有去刻意透过装潢去做一些规避的话，那升达在赚钱上面就会非常的劳累。好，劳累，就像我们图片上面，我压到客厅的沙发。沙发毕竟是家人团聚的地方，那如果长时间受压迫的话，家人之间呢沟通上面一定会产生问题。好，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透过装潢来解决的话，那我就会建议各位朋友，你们可以去找一个黄铜制作的顶天财弥勒佛。那这个弥勒佛，我们看到他的形体，他双手高举。好，那因为弥勒佛它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带有吉祥的寓意，双手高举呢，它能够把我们压梁煞向下的煞气跟压力帮忙撑住。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这个顶天佛，他双手顶的一个金元宝，这就是标准的帮我们把向下的梁煞化煞为财，所以除此之外呢，不仅能够化解的压梁的煞气，还能够因为这样子帮助我们在正职啦、工作啦、投资理财上面得到大大的加分啊。第三个我们最常会遇见的一个情况叫做开门见床。刚刚有跟各位朋友介绍过，这开门见这个见指的是第一眼。那通常开门见床，我们常用的一个方式，我们可以比方说放屏风啦，或者是说我可以放书柜啦。那可是如果空间太小，这些方式根本就行不通。那我就会建议各位朋友呢，你们可以去放一个什么？放一个铜葫芦。那这个铜葫芦它有什么用意呢？因为开门见床它会造成我们负面的影响，是因为睡眠的品质会不好。毕竟我们的房间房门是主要的进出口，进出口它就会有动气。那动气只要冲到床，它就会导致我们的家人会容易体弱多病啦，精神状况会比较容易恍惚啦。那精神状况不好，自然我的事业跟我的财运，包括我的婚姻健康就会受影响。那我放了这个铜葫芦之后呢，因为葫芦它本身就有化煞的功能，而且重点它的材质它是黄铜做的，所以我有这个黄铜的材质，搭配上我自古以来这个葫芦它化煞的功能，两者兼具之后呢，它就会能够把我们开门见床的煞气帮我们给吸收掉。那对于我们在睡眠方面或者是工作财运方面，就能够有很好的一个化解。那最后一点呢，最后一个常见的就是开门见梯。那开门见梯大部分都是发生在，比方说夹层啦、楼中楼啦，或者是说比较小坪数的房子。开门见梯会有什么影响？主要有2个。第一个当然就是因为我一开门我就见到向上爬的楼梯，那向上爬的楼梯给人一
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我必须要很努力的往上爬，所以对于事业发展，包括我要投资理财，都会做得比较辛苦。除此之外，我要经营婚姻感情跟家人这个生活的话，也会做得比较累。那第二个影响是什么？因为开门见梯我们这个直角的地方，它俗称叫做梯刀。所以也有另外一个别称叫做开门见梯刀。那其实对于健康比方说女生的妇科，男生呢可能在你说这个呼吸器官或者是心脏，就会容易因为流年的关系导致可能要动刀。那除此之外，也会容易有一些我可能脚会踢到啦，就俗称的血光的问题。好，那这样子应该要怎么样化解呢？那我建议各位朋友，如果遇到这个问题，你们可以放一个铜鸡。好，为什么要放铜鸡？因为我开门我们有一句俗话，门为口，梯为舌。所以如果我开门见梯，我看到这个蛇的话除了有我刚刚讲的这个可能比较辛苦的影响之外，它也会有一些口舌是非，比方说官司。那可是我们看这个楼梯，它的形状，它有点像一只虫或者像一只蜈蚣。所以呢，我放一只鸡在这个对着这个楼梯摆放的话，对，鸡它就能够把这个蛇这个像这个楼梯的这个蛇的这个煞气，把它给化解掉。那除此之外，各位朋友，你们在选鸡的时候，最好这个鸡的身上它能够有越多的吉祥寓意越好。比方说以这只鸡为例而言好了，它身上它的羽毛其实都带着福字的这个象征跟形状，所以这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化解开门见梯的煞气，它还能够帮我们招福进家门，提供各位朋友作为参考。